听说崩铁 4.0 展现出了一个好的糖衣外壳和内核同样重要。我之前说崩铁2项版本有很多内容和节奏上的回归，但除此之外，其实太空轻喜剧这个重要特色的重回正轨才是我最欣喜的地方。从形式到内容，处处都是梦回3年前的惊喜。你像开头翡翠邀请我们进军千星城，我就寻思那还用说吗？肯定进行到下一环节了，于是果断支持。大伙儿一致认为我给人赔礼道歉。好家伙，家庭地位这块，包括小3月吐槽的第一人包大蜜定律。嘿，您猜怎么着？刚下车就遇到。我承认那一秒我的 CPU 冒烟了，666，这货要笑死博士尊啊！差点没给我笑死。可以看到从开头就开始发癫，哎呦呦，这才是我熟悉的老铁呀！而且在探索方面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花岛一句。我们直接化身2维小浣熊，开始了马里奥之旅。讲道理，不知道是不是我比较幼稚，但这种化身经典小游戏的模式，还真就不知道为啥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发现这次的小游戏做得好的亮点就是其一，这个游戏是非常完美的融入到了这个世界观，生化2次元生物，感觉代入感还挺强。还有一点是这次的解密非常好的控制住了度，这个可以说相当重要。请大家动动自己的回忆宫殿，小货车的解密，尤其是主线强相关的机关，是不是大多数情况下让你红温的时候都体现在中间卡住，甚至重开 N 次，最后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时刻。但这次显然把这个解密的数量以及难度做了相当程度的平衡，这一点可以说大大的提升了玩家的用户体验，既满足了策划想要让咱们体验他们设计的各种小巧思的心情。毕竟花时间做的东西当然想让玩家狠狠的夸夸，多多玩玩，但同时又很好的压制住了自己过度表达的邪恶面。只能说确实在更新反馈的很多东西，可以清晰的看到2项乐园确实是有所进化了。虽然依旧会有玩家反馈觉得解密放主线还是有点多，比如篮球场找小月月的那段可能是玩家意见比较大的地方，但个人感觉还算是可以接受吧。就像我之前说的，至少没有到那种需要查攻略甚至是原地打转的超绝红温感。而且这版本于我而言有着非常浓郁的怀旧感，或者说生活系。怎么说？就比如这个换造种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会想到啥？我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宝可梦以及数码宝贝的双重回忆，包括这个机凯，梦回我最爱的 TFBOYS 以及高达系列呀，机甲男人的浪漫可以说遍地都是能勾起我回忆的东西。此外还有这些陈林小果冻呢，可爱捏，小一口塞进去。还有杨叔的难得反差萌，我的天哪，原来是万代正版超前绝品模型，这给谁不迷惑？说白了，我本人就是十足的胶老和特摄迷呀。以后找机会给大家聊聊特摄，看到这新品快货，简直共鸣感拉满了。当然了，情怀这块除了个人共鸣之外，还有大家都能共鸣的，比如我们的狼尊大人久违回归主线，包括仙州那旮瘩，我们曾经的导游小狐狸也成为了现代的第一杀手。虽然罗浮熟人来的就这一个，但是姚老板曼妙的身姿却弥补了这一点包括这不死图，我总有种幻视波提欧的感觉，不知道这俩是不是有啥比较密切的关系。对了，这两人一体的2项都侦探总有种幻视某位硬汉和爽萌小可爱的即视感，应该不会就我一个人这么感觉吧？不会吧。总之正如我所说，这些东西看似非所谓的主要剧情，但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再优秀的内容，前提是你得让人先有尝试的欲望。就像我个人推荐别人看假面骑士，绝对不会先推荐 EA。 首先并不是这部剧的剧情差，相反这部剧的剧情可以说新10年绝对排得上前3甲，甚至放眼骑士都算得上是佳作。但问题就在于它本身的皮套甚至刚开始那会儿很多老观众都不太能接受，更何况是本身就对骑士有刻板印象的路人。而崩铁 4.0 显然就做到了一个好的皮套，或者说我本身一直以来就觉得皮套也是组成内容的核心。毕竟游戏嘛，剧情是一部分，但画面和其他内容一样重要，都是作为玩家将要体验到的东西。而我个人对于游戏的标准一直是跟自己比，毕竟就像我之前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进，2游市场这块是瞬息万变的，大家都有在卷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不会说把这个游戏的缺点往死里和其他游戏的优点比，反之亦然。总之只要和自己比有进步，我都是从来不吝夸奖。崩铁这版本毫无疑问的确实把上个版本的痛点都优化了不少，诚然进步的长河永无止境，但我愿意给这个游戏更多的时间，毕竟那原神甚至说三疯子都还在呢。咱们小货车的未来道阻且长，欲知后事如何，请待下回分解。最后长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可以给郭子点个关注，点赞推荐，我们下期再见喽 ，Thank you， 思密达。